各位网友大家好，这期话题说的是中国海军舰艇穿插第一岛链，走了不同寻常的路线。日本、台湾，你们都看明白了吗？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9月3号，中国海军052 D 型导弹驱逐舰淄博舰、052 C 型导弹驱逐舰郑州舰和现代级的驱逐舰杭州舰穿过宫古海峡进入了西太平洋。3天以后，这个3舰编队又穿过中国台湾和琉球群岛与那国岛之间的海域进入东海。日方追踪不及，仅仅是拍摄到了淄博号的照片。为了理解这次驱逐舰编队出航的意义，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地形。宫古海峡是琉球群岛和台湾岛之间的一条水道，狭义的宫古海峡在琉球的宫古岛和冲绳岛之间，宽度大概是280千米。编队回程经过的与那国岛是琉球群岛最南端的一个小岛，与那国岛正东120公里是琉球群岛当中的石环岛，与那国岛正西110公里是台湾岛的东海岸。也就是说，这次编队航行是绕着琉球群岛南段展开的，一路上经过的都是非常敏感的地区比如说钓鱼岛海区、宫古海峡本身、日本即将建设导弹阵地的石环岛、即将部署电子战部队的与那国岛，当然也包括台湾东部的宜兰地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上述几个岛屿和相关的海区都会卷入战火当中。首先看宫古海峡，这一次出航的3艘战舰都是以防空任务为主，而美日方面在冲绳部署了最强的航空力量，空中预警和指挥、战略侦察、反潜、制空、制海、突击信号已经非常的俱全。如果能够在宫古海峡部署一支防空编队，就可以基本上切断美日航空兵主力对台斗力量的空中支援。3舰当中有2艘装备了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防空导弹的总数超过了100枚。理论上说，美日方面只要不出动 F-35，那么整个冲绳的那霸、加仇那这2个基地的航空兵力都不够冲破3舰的防线。当然，实际作战当中，解放军肯定会部署更强大的防空舰队。在回程当中3条驱逐舰的编队走了一条风险很大的航线，从琉球群岛南端的与那国岛和台湾本岛之间的水道穿过。在这条航路上最重要的目标显然就是台湾的宜兰。台湾当局很早就担心解放军从南北2个方向绕行台湾以东洋面，对台湾进行海空封锁、打击和2栖登陆。因此在最近几年的汉光演习当中，台军都演练了从宜兰进行对空防御的战术，并且在宜兰部署了爱国者防空导弹。解放军舰队绕行宜兰，意味着不会给台斗势力留下什么火力的死角。宜兰有阿里山脉的走隔，从大陆方向无论是发射弹道导弹还是巡航导弹进行攻击，都有一定的遮挡问题。那如果把舰队机动到宜兰的东面的外海，实施火力打击就太简单了。就算不实施火力打击，也可以进行严密的侦察监视。不打仗的情况下，战舰在宜兰外海也可以实施电子监听、电子侦察这些活动，为可能的导弹攻击采集数据。这个编队当中比较亮眼的装备显然是焕然一新的杭州号。1999年，杭州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序列，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应该说，它已经不是一艘新舰了。但是因为我们解放军官兵保养得当、维护有力，所以杭州舰还保持了良好的技术状态。大概是在2015年前后吧，杭州舰就开始进行现代化的改装，拆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水平的原厂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发射系统，改装了全新的鹰击12和海红旗16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到2020年前后杭州舰完成了改装，重新归建。这一次远航应该是它第一次实施远海航行，是对现代化改装成果的一次全面的考核和检验。总体来说，这一次3舰编队绕行琉球群岛的南段，更多的是对各舰自身进行人员的训练和装备的磨合。实战的意味比不上2020年辽宁舰编队穿行宫古海峡，但是在日本扬言武力干涉台湾问题的大背景下，震慑意味还是相当浓厚的。解放军编队穿行宫古海峡并不是第一次，但是最近2年穿行的频率是越来越高。加上中国海警部门对钓鱼岛海域的巡逻与控制越来越严密，对日本的海洋野心起到了越来越重大的震慑作用。
随着解放军海军实力的稳步提高，美日在琉球群岛和宫古海峡多年经营的这些防御措施越来越显得脆弱了。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